俄乌边境线上的战争全面开打，现阶段的俄乌战争，两军前线上的战况处于合理范围，乌军的反攻才刚刚开始，但对后方领土的袭击却愈演愈烈。之前火力军聊过自由俄罗斯军团以及俄罗斯志愿军攻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按照俄罗斯的说法，二者被俄罗斯安全部队消灭了数十人，摧毁了数辆美制装甲车并赶出境外。实际上呢，自由军团几百人的部队，单数量的重型装备不仅进入俄罗斯本土攻城略地，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控制了俄国境内的5个城镇，还俘虏了俄罗斯大兵，米八都被干下来了一架，不得不来一手传统异能战略撤退。而且对于俄罗斯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才是正戏。从6月初开始，1000多名自由军团和志愿军士兵在乌军炮火的支援下，又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展开了进攻。按照这2个军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来看，已经开始在几个市镇和村庄与俄军作战，但俄罗斯国防部却一直不承认，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将这2个军团挡在了国境线外。但是来自乌克兰境内的炮击造成了一些建筑物损坏。就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俄罗斯国防部这是在掩饰当前的状况，至于真实状况如何不好说。最近这些天，关于自由军团和志愿军在俄罗斯境内几个州的战斗，各种消息满天飞。有说自由军团已经掌握了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边境一部分地区，并且继续在向纵深推进，但官方媒体的报道很少，更多的是一些袭扰。俄罗斯国防部的官方媒体也出过战绩统计。6月1日的时候，自由军团与志愿军的小股作战力量对俄罗斯境内的多个目标发起进攻，最终俄军使用温压火箭弹和高爆榴弹对其实施了猛烈轰炸，摧毁了4辆装甲车、1辆 BM-21和1辆皮卡。听说这些武器里面还有美制装甲车，而俄方在谢别金基区有8人受伤，没有人死亡。吹牛都不打草稿，俄军派出的军队真要这么强，米八也不会死无全尸。真要看战况，还是前线那边靠谱。那些在克里姆林宫享福的人，也就骗骗自己了。俄罗斯劳动报网站6月4日报道，别尔哥罗德州州长表示，乌克兰的一个侦察破坏小组渗透到了该州的新塔沃尔然卡村，同时乌军之前还炮击了别尔哥罗德州舍别基诺地区、沃洛科诺夫卡地区以及他们的周边地区。按照这个州长的说法，包括别尔哥罗德州在内的一些地方，每天都有平民被杀害。里面的消息有真有假，别尔哥罗德州遇袭就等于说俄官方已经承认了自由军团多次攻入别尔哥罗德州以及库尔斯克和布良斯克州。当然，或许不是直接在边境地区明着攻入，暗地潜入然后突然攻击军政目标也不是不行。至于说自由军团伤害孩子和老人，火力军这里是不太相信的。自由军团的目的就是呼吁反战的民众一起推倒普京政权，不会去杀害群众，而是尽可能争取俄军民的支持。而且6月3日的时候，自由军团就已经声明，鉴于战争对平民的威胁，对别尔哥罗德市民开放人道主义走廊，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可以自愿撤离到乌克兰深处，提供住所和所有必要的基本需求。同时，在俄本土后方，乌军为了配合自由军团和志愿军行动，对于包括别尔哥罗德州首府、边境地区在内的重要目标，还有库尔斯克和布良斯克地区，进行了规模相当之大的无人机攻击和炮火攻击。别尔哥罗德州州长6月2日的时候也说过，该州多地在过去24小时内共遭受乌军无人机、迫击炮和火炮攻击至少107次，导致多座民用设施受损，部分市区更是面临电力和供水中断。当然，在俄罗斯这边的新闻里，肯定找不到关于自由军团和志愿军的正面新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里，基本上都是每天消灭了多少敌人，摧毁了多少辆地面装备，基本没有参考价值，只能根据那些零星报道推测。
俄国方6月4日发表声明，自由军团与志愿军的破坏小分队想要在别尔哥罗德州渡河，虽然里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渡河要有装备、有情报来源以及战术规划，这足以说明别尔哥罗德州的战争已经不是小打小闹。火力军听说俄罗斯自由军团已经扩军到2万多人了，装备也很好，美式装甲车、海马斯、标枪等装备该有的都有。可以预见的是，俄罗斯的这几个州智慧会面临自由军团和志愿军全线多点突入，同时后方的无人和中远程重火掩护，或者直接攻击远距城市和重要军政目标，但俄军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乌克兰越境攻击俄本土，俄罗斯根本无法避免。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边境线有700多公里，漫长的边界线上又没有天堑阻拦，乌东大平原上中间画条线就是国界。俄军想要将整个边境线全部实现堡垒化、攻势化，并驻屯重兵，这根本做不到。俄军只有在边境各州建立国土防御部队，以大批民兵守卫边境线，空中布置长航时无人机，地上要设置哨卡，后勤车队和机场要配备卫戍部队，最后还需要一个庞大的快速反应力量。这套办法虽然有效，但是会牵制俄军力量，增加俄军成本，让本就不富裕的俄罗斯雪上加霜。当然，俄罗斯还有一个选择，从前线调回作战部队，在这几州的边境地区与自由军团和志愿军开战，但这几乎不可能。俄军这样做之后，先不说能否胜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控制区就会由于兵力空虚而大面积崩塌，这是乌克兰最想要的结果，可以迅速收回大量失地，同时还能在俄罗斯本土打仗，一举数得。之前瓦格纳投资普里戈金喊话杀回本土，和自由军团及志愿军作战。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也有类似的想法，不过瓦格纳集团主力肯定不会杀回，这是俄军在占领区的台柱子，如果派遣少量部队那基本没用，就算是全部回去也解决不了问题。自由军团在整个边境来去自如，在几百公里的战线上避实击虚，身后还有乌克兰大量无人机和远程火力支援，除非俄罗斯把战线重点挪到这里。至于卡德罗夫，这就是个网红，之前也秘密带少数人到过乌克兰战场，但在战线上从不公开自己在哪里。尤其是一旦他带主力部队离开了，车臣可能立马就压不住了，毕竟多年的车臣战争死的人太多了，加上车臣又直接和达吉斯坦、英古什接壤，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普京也不敢打保票。如果俄罗斯不调回大量军力，乌克兰就让自由军团和志愿军在这几个州全面推进。就二者的作战模式以及背后的支援上来看，俄军很难控制局面。虽然乌克兰一直说与自由军团和志愿军没关系，但明眼人看得出来这是队友。至于二者的来历，火力军在之前自由军团里已经说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对于这些袭扰战中使用的美制装甲车辆，美国国防部表态称不希望乌克兰方面使用美制武器装备来攻击俄罗斯本土，但并没有对袭扰战本身发表意见。英国和德国的国防部长也是类似的说法，乌克兰有权进攻俄罗斯本土，当然他们并没有提是否允许乌克兰军队使用他们支援的武器来进攻俄罗斯本土，也可以理解为随便。所以就结果来看，在5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开始让自由军团和志愿军攻击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布良斯克，主要是摸索和试探，积累经验。现在则是逐渐加大力度，同时乌军也会给予无人机和远程炮火支援。至于武器装备，乌军或者说北约会准备妥当。对于乌克兰而言，自由军团和志愿军的作用就是开辟第二战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北约那边是很希望开辟第二战场的，不过这个第二战场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这个战场开在克里姆林宫，具体来说就是在政治上激起俄罗斯的内乱，达到从内部破坏俄罗斯的目的。战争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街头抗议等反对行动。随着战争进行，抗议声越来越小，估计是被普京强势镇压了。但这次的自由军团与志愿军就镇不住了。虽然俄罗斯轻描淡写的报道称，二者只是一支乌克兰恐怖组织小分队，但实际上却是实打实的军团。有坦克、美制步兵装甲车，占领了别尔哥罗德的警察局、火车站，俘虏了俄军动员兵，并打掉了一架俄罗斯米8直升机。
目前这两个军团主要是配合乌军在正面战场作战，在对俄本土的作战中，自由军团是主力，志愿军是协助，二者角色不同，一个是直接在俄罗斯境内开辟战场，一个是号召俄罗斯反战力量推翻普京政权。一方面在俄边境地区打出名头，一方面联系俄本土的反战力量，比如达吉斯坦、印古什、车臣，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按照自由军团的说法，他们是应当地俄国人的请求才返回俄罗斯境内进行维和行动，保护当地俄罗斯人的生命安全。其目标是显示别尔哥罗德的去军事化，并且等占据别尔哥罗德首府之后，就会举行独立公投，成立别尔哥罗德人民共和国。这一幕可太熟悉了，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这就是俄罗斯当初侵占克里米亚以及乌东四地时的理由。今天被自由军团用来对付俄罗斯，真是有点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等到这一幕成为现实之后，不知道普京会怎么想。这就有一个问题，这些小规模的袭扰有什么意义？想要打到莫斯科，光靠几千几万人的部队根本不可能。而且俄罗斯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地区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战略目标，自由军团与志愿军的解放行动对俄罗斯内陆地区几乎完全没有影响。由于参与进攻的武装组织人员不多，装备有限，发动的进攻对俄罗斯国防力量的牵制作用也不大。火力军估计主要是宣传作用，或者说成为第一丝火光，通过这样的袭扰战来让俄罗斯国内的反普京势力揭竿而起。说句实在话，这不是不可能。自由军团突袭别尔哥罗德的事件，其实早在2018年底就已经开始酝酿了。一部分失业和低收入人口组成了俄自由军团，以组织的形式进行了一些小规模聚众游行。这个组织一直向政府提出一些反腐败、贫富分配不公和社会福利等问题，但是政府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甚至还警告和逮捕了该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导致事态愈演愈烈，结果就成了现在这样。而这种情况在俄罗斯不在少数。总的来说，自由军团与志愿军到底有多少人，暂时未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起步上万。这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游击战，加上北约与乌克兰的支持，自由军团与志愿军的地面武装大概率是不会缺的。这也可以解释北约援助的那些武器都去哪儿了。援乌信息一直没断，武器一火车一火车的运，但就是不见乌军使用，大概率就是投入到对俄本土的反攻了。至于自由军团能不能占据别尔哥罗德州，就看战事之后的发展了。如果志愿军规模进一步扩大，那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算是俄军反应迅速，舍得掏家底，自由军团与志愿军也可以在暗处积蓄力量。等到乌军在顿巴斯、扎波罗热、赫尔松和俄军全面咬住之后，再让自由军团和志愿军全力以赴前推，从而分割俄军战力。各位认为自由军团能成功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